英伟达短短6个交易日上涨了13.5%，同时呢，它也出现了三阳小顶的 K 线形态，是否预示着短期见顶应该反手做空呢？最近呢 ，Harry 一直在提醒关注的 NBIS， 昨天最高涨了20%，你有没有买入呢？半导体狂涨了1个多月，原来追涨也是一种策略，那你敢追吗？如果你也想过这些问题这期视频将会带大家找到答案，并且寻找近期股市赚钱的信号。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纳指昨天涨了1.2%，标普涨了0.6%，双历史新高Harry 发现评论区画风突变。5月12号呢，纳指一根十字星下跌了0.7%，很多人在喊要崩盘了。昨天呢，却在问现在追还来得及吗？其实大盘涨了这么久，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恐慌，也不应头脑发热，涨了就兴奋的追进去，跌了就恐慌割出来。这不叫投资，这叫给券商送手续费。越是极端行情，我们越要严格的利用指令赚钱，避免情绪交易。Harry 的频道宗旨很简单，边学技术边找买卖点。今天这期视频呢 ，Harry 给你3个东西。第一，一个核心变盘的信号叫做212结构，它刚刚在纳指上出现了，记住它回调来临之前，你比别人早3天知道。第二，跌破哪里必须跑，突破哪里可以加仓。不是模糊的关注支撑位，而是精准到具体价位的防守线和进攻线。第三，6只个股逐一拆解，做多怎么做，做空怎么做，每只都结合了具体的技术方法，结合方法论给你最终答案。这也是我们频道的宗旨，给你明确的操作方案。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先过一个详情图版。今天内容呢分3块，每一块呢都有明确的结论，不给你留模糊两可的空间。第一块，212变盘的信号是什么？怎么用它来找买卖点？这是今天的教学重点。学会这期呢，你自己就能够在图上找出变盘信号。第二块，6只个股压力支撑全拆解，英伟达、特斯拉、苹果、亚马逊、Meta、博通，每只都用技术分析告诉你，做多在哪里进场，做空在哪里开仓，止损设在哪里。这里呢，运用到的方法包括三阳小顶、运线、启明星、神奇九转、箱体等等，有依有据。大家记得点赞收藏，随时回来学习验证。第3块，2只推荐股。之前呢 ，Harry 结合上海趋势图推荐了 NBIS， 从推荐到今天涨了20%。今天结合上海趋势图，再次推荐2只筑底信号出现的短票，并且告诉你具体的买卖点，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好，首先是大盘部分。有些朋友在做交易策略的时候呢，会被最近的一根 K 线绑架，涨了就看多，跌了就看空。但实际上呢，交易判断是有框架的。今天呢 ，Harry 讲的212变盘信号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构。我们先说这个结构的逻辑价格连续2次上涨，或者是连续2次下跌之后，出现了一次反向的推动，也就出现了一根不同颜色的 K 线，再出现2次同向的推动，形成一个212结构。这个结构一旦形成呢，意味着整个动能是衰竭的，变盘的概率呢大幅的提升。而在实战当中，212之后的第一根 K 线如果打破了212的结构，就是我们用来判断信号的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呢有2个关键价位它的最高点呢往往意味着进攻位，强势突破并站稳了上方它的多方占优，可以考虑加仓或者是开多单。如果是跌破了这个最低点，代表着整个行情空方占优，必须是减仓，甚至可以直接开空单。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具当中显示小红点的位置，就是最近的一次纳指212结构之后的第一根 K 线，也是我们近期第13号 K 线。当这个 K 线呢打破了212结构，生成了一根和前 K 线同样颜色的 K 线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变盘的观察位。它的上沿和下沿在实战当中呢是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的。比如这个地方最高点26194的位置，昨天呢被一根强势的阳线突破了，意味着它的趋势向上的概率更高。这说明了在车上的朋友呢可以先不动，因为它的趋势呢向上的概率更高。如果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比如说后面的3天内产生了一根 K 线强势跌破了这个最低点，那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做空的机会，也就是25726的位置。那另外呢，大家也看到这根 K 线呢是 TD 序列当中第13根 K 线在实战的运用当中呢，它的变盘概率会更高一些，所以2个信号叠加共振大家在这个地方这2个点位是要格外注意的。虽然呢美股最近强势的疯狂但该警惕的地方还是要警惕起来。如果真的在这个地方做了空单那我们就要把26194的位置作为一个止损位。但现在呢不是要你立刻做空单而是把这个位置观察起来。如果后续继续的上涨，那这个观察点自动失效，就是一点一点信号一步一步的观察好。好，这个是大盘。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英伟达，
我们注意到啊，最近的6天呢，英伟达连续走出了不断上涨的阳线结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图当中呢看到很多的这种小粉砖的图形。这个图形呢代表了三阳小顶，三阳小顶呢是阶段性顶部的一个信号啊，连续3根阳线的实体越来越短，上影线呢越来越长，也就是说呢，这意味着多头连攻了3天了，这个力气呢一天比一天小，这可能就是一个反转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的结构当中，这些地方出现了三阳小顶的信号，都是以下跌为主。那么有的同学呢可能会问到，这些地方连续出现了几次这种小粉砖的结构，那为什么它没有下跌反转呢？像这个地方，当我们的小粉砖信号出现之后，来了一根强势的阳线，突破了这个最高点，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信号失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盘前的信号。今天啊，大概率还会出现一个三阳小顶的信号啊，因为消息面的叠加，大家都知道，现在中美在会谈。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呢被批准可以出售给中国的部分公司，所以呢，今天大概率还会收出一根三阳见顶，甚至是中阳线以上的结构。那如果今天的阳线呢突破了228，也就是昨天的高点，并且收出了一根强势的阳线的话呢，那这个结构也会意味着失效。但我们不要忽视了这个地方，也就是昨天的这根阳线是 TD 九转当中的第6根 K 线，在 TD 序列理论当中呢，第3根、第6根、第9根、第13根 K 线呢都是要格外注意的。也就是说，第6根 K 线叠加我们的三阳小顶的2个信号双正啊，那昨天的这根 K 线的这个位置是要格外注意起来的。如果今天的 K 线呢突破了228的位置，我们继续看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它跌破了228的位置，也跌破了昨天的这个低位222的位置，那我们就要注意防守了。也就是说，哪怕今天的 K 线没有跌破，那过后的2-3天内来了一根跌破222的强势的阴线，我们都要果断的离场。这个就是这根信号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哪怕后面它再上去，我们再找这个右侧的位置进场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信号的叠加，三阳小顶加上我们的6号 K 线在今天的盘面当中的实际运用。好，说到这里呢，看 Harry 视频的朋友呢，很多都是相信技术理论的同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体系化的技术分析，能够一眼看穿，或者是用一些工具啊，能够直接找到我们在实战当中运用的技术，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现在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置顶的位置呢找到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添加，或者是在评论区打出0514的代码，可以加入到我们内部技术分享课的过程。这里呢，为大家展示一下本周的一些课程安排啊。那本周呢，我们要讲的系列课程是关于多空套利的技术。如果大家对于做多和做空同时感兴趣，也注重通过做空来做一个策略防守的话呢，这一周的课程非常适合大家。如果大家今天加入啊，前面的课程听不到，但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可以把我们的录播课程回放给到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时间呢来进行一个安排和学习。之后呢，我们每周都会安排不同的系列课程，帮助大家提升技术分析理论。任何行情当中啊，不管是震荡还是极端行情，都能够通过技术来找到合适的点位。好，这是我们内部技术分享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OK， 以上就是关于英伟达的分析和三阳小顶的实际运用。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在最近的几天出现了一个晕线形态，这个位置。什么叫做晕线呢？就是一根大阳线后面跟着一根小的阴线，这根小阴线呢，完全被前一天的阳线啊，这个实体部分包在里面，就像是妈妈怀孕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晕线。这也代表了整个市场在犹豫，前面的方向呢突然就没人敢跟了，多空双方呢都在观望，所以呢这根 K 线缩小了。那如果出现这个信号呢，咱们就要把这个小 K 线的位置留意起来啊。另外呢，我们通过山海趋势图发现，这根 K 线啊，在这个龙门线的上方附近，也就是说呢，晕线加上龙门线的位置。两个信号同时出现，这根 K 线呢就是我们重要的观察位。上方呢 K 线的这个上沿是448的位置，如果突破了这个位置呢，咱们放心持有啊。但如果跌破了422的这个低点，咱们就要果断离场，以观察为主。如果想要做空的朋友呢，目前来看啊，这根 K 线的位置呢，离我们的紫色带的位置并不是太远，所以这个地方呢，不太建议大家做空。等到特斯拉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之后呢，咱们再来以做多做趋势交易为主啊，这个是关于特斯拉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苹果呢现在已经出现了第10号 K 线啊，在日线当中呢出现了第10号 K 线上涨的这个信号，已经突破了第9号的这根 K 线。那关于位置呢，我们在日线上不太好找，可以看一下周线图。周线图第6周的
这个上涨过程当中的最低点，也就是290左右的位置呢，我们可以以这个最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如果日 K 跌破了290的这个位置呢，咱们也可以选择出场观望一下。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290就是第6根 K 线的高点左右的位置。如果没有跌破呢，咱们可以继续的持有。但如果想要加仓的同学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位置呢已经出现了多根的黄 K， 也就代表着超买的信号出现。只是超买之后呢，没有出现一根下跌的实打实的阴 K， 而且呢也没有出现像这种逃跑小人的信号。所以呢，我们可以暂时的按兵不动但不代表这个地方可以加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高位的一个警惕原则这个地方呢可以继续持有，但不建议买入。如果跌破了290呢，是建议的那整体来说呢，苹果它的起伏呢，相对其他科技股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咱们以做多的趋势为主咱们把290的位置记起来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亚马逊。亚马逊呢，在这里也出现了双号共振的一个趋势启明星加上我们的钱袋子信号。启明星是什么呢？听过 Harry 之前的视频的同学应该记得启明星呢是由3根 K 线组成的一个组合拳。第一根 K 线呢是一根阴线砸下来第二根 K 线呢是一根更低的阴线。往往这个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代表了多空的一个博弈。那第3根呢是一根阳线，比较大的阳线拉回去了，而且呢第3根阳线是深入到第1根阴线的实体部分的一半以上，说明多头不是虚晃一枪，是真的在抢筹码。可以看到亚马逊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双号共振的一个局势，那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加仓点。如果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当钱袋子出现老同学运用了这个山海趋势图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就格外的留意起来。当来了一根阳线突破这根 K 线的最高位，也就是267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买入了。这个地方是我们上涨概率比较高的一个右侧信号如果选择在这个位置入场的朋友，假设它的趋势没有往上，而是往下，跌破了这个钱袋子的位置262左右的位置，咱们就要考虑出场观望。但总体来说呢，亚马逊目前是在紫色带的上升通道当中，整体趋势是向好的。那上方的压力位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压力位是276左右的位置也是我们前第13号 K 线的最高点。大家就要针对这个地方观察起来，如果K 线到了这个地方打不上去，那咱们就要注意它有一个回落的风险了。好，所以大家会发现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利用可视化的工具帮助我们做一些交易判断，会非常的丝滑顺畅，比我们自己画这个支撑和压力位以及找一些买卖点的效率更高。那如果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也想要试一下用这些可视化的工具做交易判断，可以找助理老师帮你安装这个山海趋势图来进行7天的免费试用，这也是给到订阅粉丝的福利，大家要积极的使用起来，不要错过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亚马逊的信号的一个识别。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eta 呢前几天出现了一个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买点。当然第2天的这根 K 线大家看到并没有很强势，也就意味着Meta 整体的上涨趋势呢它没有很强。这个呢也跟它所处的这个区域有关，现在它是处在一个黄色带的下降通道当中，而且它的龙门线是微微的向下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 Meta 怕就怕它出现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当它打到了这个最高点，也就是620左右的位置，它会往下，在600到620之间来回的运转前行这个呢就是咱们赚钱的效益比较差的这样一个趋势。如果大家呢能在600左右甚至是600以内的价格入场个人呢也比较有耐心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600以下Harry 都觉得 Meta 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是7巨头长蹲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想要抓短期收益的朋友目前这个 Meta 的一个趋势呢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如果有仓位的话呢，可以等一等其他的股票。好，总结来说呢，就是在600到620之间的位置，咱们要观察起来如果它形成了一个极小的箱体位置，咱们就要严格的在600左右的位置入场，否则呢，你的收益会比较低。好，这个是 Meta。好，说到箱体呢，另外一只股票可能大概率也会出现一个箱体的结构，也就是博通。大家可以看到在低点的位置，大概406左右的位置呢，很多的 K 线打到这个地方就会往上的反弹，然后呢，很多的 K 线到了433.5的这个位置，434左右的位置就会往下掉所以呢，在406到433的位置呢，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箱体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箱体呢，跟刚刚的 Meta 来讲，它更加的有优势，因为第一，它处在一个紫色带的上涨空间当中；第二呢，它的箱体宽度比 Meta 要强很多啊。如果咱们在低点入，在高点出的话呢，大概有7%左右的一个收益。所以呢，大家可以观察博通啊，是否能够在40406左右的位置入场，然后在433左右看一下啊，如果形成一个压力位，咱们及时的出场来吃这一段波段的一个收益。好，这个是博通的一个情况。那以上呢就是关于通过技术信号来拆解的几只大家比较关注的个股情况，希望呢大家也能够通过分析找到合适的买卖交易位。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第3部分，也就是个股的短线推荐。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关注的2只股票呢，都是关于这个 AI 产业当中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企业。那其中呢第一只股票是 AMK2。这只股票呢，在我们的技术版图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低位钱袋子信号啊，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这根 K 线观察起来。因为呢，它目前处在一个紫色带的位置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在74.6到75.4之间考虑一个入场的机会。但是呢，前提啊，一定要找一个后续右侧的上车位，也就是呢，来一根强势的阳线突破这2个位置，咱们再选择上车。从整体上来看呢，这只股票的趋势对于其他的 AI 股来说并没有涨得很高啊，也就是说它后面补涨的概率会比较大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观察起来的股票。第二个股票呢是 FORM， 同样的啊，这只股票也出现了一个低位的信号，但目前还没有出现右侧买入信号啊。如果后面出现一根强势突破136位置的阳线，好，大家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做一波。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股票目前的信号属于一个变盘趋势，有可能后面会变成一个黄色弱势的这个周期。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买入呢，一定要结合上海趋势图的信号啊，只做一波短波。首先第一个压力位呢，看到上方大概是146左右的位置，也就是这根光头阴线的高点的位置。第二个压力位呢是在151左右的位置哈。如果大家看到这2个位置，这个股价没有上涨的动能了，或者是偏弱了、走弱了，那咱们就要及时的离场止盈。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先把这2只股票观察起来啊。过1个星期之后呢，再来找出 Harry 的视频来看一下这2只股票的趋势是否像我刚刚预测的那样啊。上海趋势图给的信号到底对不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也希望大家在交易当中找到自己心仪的股票的买卖点来进行一个交易。最后呢，祝大家股市长红，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